莹莹，你还是来了。我刚才，我说来了，我肯定就会来的。我刚才一直想给你打电话，我还以为这么久没到，你不来了呢。我有话要问你。你说。你是因为想结婚才找我，还是因为你真的喜欢我找我？我是真的喜欢你。说实话，以前吧，我也觉着，这谈恋爱好像就是为了结婚，好像到了某个年龄就该找那么个人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如果不是你喜欢那个人，结婚根本就没有意义。可是我挺笨的，我没有安迪那么优秀，小曲那么聪明，更没有关关跟樊姐那么善解人意。我喜欢你跟这些没关系。即便我之前谈过恋爱，跟你想象中不一样，你还喜欢我吗？喜欢。那如果你父母不同意，不支持我们在一起呢？那我也喜欢，我就是喜欢你。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我不会再去相亲了，我也不会再跟任何一个女孩交往。我喜欢的是你。以前我最在意的就是他们的感受，可是他们不能代替我生活，可我能代替我喜欢谁。你笑了，你原谅我了，你原谅我了。邱莹莹，妈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阿姨，我有话想跟您说。我刚刚跟应勤确认过了，她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，哪怕她之前做错过事情，哪怕我知道我们在一起会有很多问题，可是我还是想给我和她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阿姨，我来找应勤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。我不想就这样放弃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可是我也不想像以前那样，为了爱一个人可以连自尊都没有，为了留住一个人可以什么都做，那样也不是现在的我。我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们家不接受你。我知道您对我有偏见，没错，我之前是谈了个男朋友，可那个时候我以为他是真的喜欢我，没有想到最后他不是真的喜欢我。直到我遇到了应勤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欢，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跟他在一起，哪怕什么都不用干，都觉得特别开心。他会在意我的感受，他会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可爱、最漂亮的女孩。所以，就算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我还是想他，甚至忍不住来找他。姑娘，你没有觉着这都是你一厢情愿吗？这不是一厢情愿吗？我也喜欢莹莹。阿姨，我跟您说这么多，不是为了辩解什么，我只是想让您知道，我不是您想象中那种人品差的女孩。我对应勤是真的，我希望您可以公平地对待我。就算您再不喜欢我，请您试着了解我以后，再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可以吗？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原谅你？不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我不需要您的原谅，我只是不想让您误解我。爱情是平等的，也许在您心里，应勤比我优秀很多，可是在我看来，我们的关系就是平等的。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，就算您不喜欢我，我也要跟他在一起。还有，之前的事，我想您欠我一个道歉。您不光看清了我，也看清了应勤。我道歉？妈，莹莹她说的对，之前的事情本来就怪我，要不是我听你们回家去相亲，莹莹她根本不会爱他，她根本不会受这么多委屈。我一直，咱们家都欠人家一个道歉。你们现在，你们说的都是天花乱坠的。
那如果要是在了一起，后悔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妈，我们俩都已经想好了。爸，这么说，你就是邱莹莹？叔叔好，您是应勤的爸爸。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对不起啊，叔叔，我刚才跟阿姨说话的时候不是很有礼貌。孩子，谢谢你给我发消息，要不然殷勤到现在还在他们手里。我也是不想让他们再折磨他了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我替殷勤妈妈跟你道个歉。哎，以前我们不知道殷勤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才让他去相亲的，受委屈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我明明知道应勤有女朋友了，还跑出去见他。就是嘛。怪莹莹，我去找的她。也怪我们管教不严呢。对方动手是不应该，但殷勤有错在先。我去过那个女孩家了，问题都解决了。这件事情啊，到此为止。孩子，你的医疗费、误工费，应该由我们来承担。不用了，叔叔，我伤都已经好了，而且我这样太不好意思了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。哎呀，你说说你，什么都还没弄清楚呢，糊里糊涂就答应了。你没看出来吗？殷勤喜欢他，在拼命的挽回呢。莹莹这孩子，看着也不像随随便便的人，性子直，待人又热情，比那个好相处多了。我是觉着邱莹莹家的情况，咱们也不是最了解。她学历没儿子高，工作嘛也一般，我就觉得配不上殷勤。哎，可是我观察了一下吧，他对殷勤还真是好，俩人还挺合得来。尤其是刚才说那些话，小姑娘不错，不像是那种轻浮不懂事儿的。对，还挺有胆气，面对你不胆怯，我很欣赏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让他们自己相处啊。孩子大了，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他们自己来决定，不能像以前那样，什么都我们来管。不管怎么说，孩子们真心相爱那是最重要的，你说对吧？是。好了，这段时间你不是要陪孩子养伤吗？你这个未来婆婆还可以再考察考察呀。行。